那么现在我们把我们的马兜给揭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怀孕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道什么呢？夏日里的一道怀旧的菜啊，鲜虾沙拉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一下食材。土豆是我们选的是黄心的这个土豆，番茄、樱桃、西红柿、鲜虾。这个虾呢是我们买的大的带皮的虾，我们给煮了，然后给剥了壳，为了节约时间。同样是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把这个鸡蛋，嚯，这还有点烫啊！这个我们煮的鸡蛋，然后橙子、苹果、黄瓜、沙拉酱。我们今天选的是橙子和苹果啊，大家也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水果，包括什么梨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全都可以。那么食材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这道鲜虾沙拉呢，我们只管好吃和只管解饱啊，不管减肥。沙拉酱呢，我们是买的现成的啊。我记得是我特别小的时候，我父亲给我做了一回沙拉，他非常神秘啊，就呱呱自己在厨房里调半天。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他是拿蛋黄，就鲜的鸡蛋黄，然后还有白糖，再加一些很多料，包括胡椒粉什么的，调了一个沙拉酱，然后做的一个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肯定是没有虾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沙拉酱是我吃到最美味的啊。说回到我们的今天沙拉酱，我们买了3种啊，市场上的沙拉酱很多，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和自己喜欢的品牌，全都可以选择啊。我们的沙拉酱今天是有这个焙煎芝麻汁的沙拉酱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芥末芝麻沙拉酱，然后这个是千岛风味的沙拉酱，这3种我们可以把它混在一起，也可以分别单独的使用啊。芥末的呢，可能如果要是不喜欢吃芥末味或者不喜欢吃辣的，就不用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不用这款。这个沙拉酱我觉得也特别好啊，这么一挤很方便。但是开这种皮儿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有的时候，包括之前我们去市场上买那个黑胡椒，你看买完了是这样的，打开它这有一个贴封啊，要把它撕开，然后再给扣上，再打开，这么一挤。别直接打开一挤，说怎么挤不出来啊？是不是坏了？其实是这个没打开，这个不算小窍门啊。这分享一个生活经验，我们也犯过这样的错。好，那我们先加工食材啊。土豆，我刚才也和大家说了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沙拉真的是只管美味和好吃，不管减肥。因为沙拉有很多种，有专门的油醋汁儿的蔬菜沙拉，那个是减肥和健身人比较喜欢吃的。今天大家一看这土豆，就不是管减肥的啊。我们把这个皮给它削掉，把土豆皮削掉之后，然后我们需要煮它一下。土豆削完了，我们把火打开啊，把这个水烧开，然后我们土豆呢，我们给切成厚的片啊。最终呢，这个土豆可不是做泥的啊，我们要把它切粒。切成大概这么厚的片，我们就可以放在水里煮了，把它煮熟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水开了啊，把这个土豆放进去。大家要问煮多长时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它给煮熟啊。煮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拿筷子一扎，它可以透。因为土豆不同，就具体多长时间，我们还要真的看临场的反应。大概怎么着也得5、6分钟吧。我们先把盖子给它盖上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加工别的食材。苹果一样是去皮啊，我们就拿去皮刀去了。好，削完的苹果，我们同样跟土豆一样切成厚的片啊。然后我们要把它同样就给切粒。我们在家吃呢，基本上不用修的太规整啊，基本上切成小方块就可以了。来，切成小方块。苹果呢比较爱氧化啊，去了皮，它一接触空气呢，它放的时间长了，有的时候会变黄。那么我们切完了呢，在这个准备其他食材的时间，我们可以用水浸泡它一下。好，苹果粒切完了啊，我们先拿水给它泡上，然后下一步我们来加工黄瓜。黄瓜呢也是同样切粒啊。我们之前也说了，我们在做一道菜的时候，所有的食材基本上全是同样的形状。那这个黄瓜我们给它一开3。做这个沙拉和做一些菜的时候，这个黄瓜的里边的心是不要的啊，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。那同样这个就更简单了，我们就顶刀切就可以了啊。
你看，现在我们的土豆还在煮的过程当中，一会儿煮好的土豆同样也是切成这么大的粒。在家做这个沙拉，原则上其实我们也不用太讲究比例啊。如果要是在酒楼饭店，基本上食材的比例是1:1的。那我们切完了这个黄瓜和苹果，我们先看一眼我们的土豆怎么样了啊？哇，刚才我扎了一下，已经可以透了。我们现在关火之后，用冷水冲一下它，因为它的含淀粉会比较多，越泡它会越软。好，这是我们过完冷水的土豆，看一眼，看我们刚才拿筷子一下就扎透了啊。过完冷水，我们也同样可以直接把它切成粒啊。为什么选择这个黄心土豆呢？因为它煮完了会比较面，口感我认为是非常好的。煮熟的土豆一接触刀，它立马就断。其实大家在做这个沙拉的时候，包括其他菜的时候，不要眼大肚子小啊。我们看，只有1根黄瓜，1个土豆，1个苹果。其实我们切完粒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已经挺多的了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搞定鸡蛋。鸡蛋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啊，就是去皮，也是把它切成小丁儿，或者是叫小粒啊。但是有一点啊，这个鸡蛋我们只保留鸡蛋清的部分，蛋黄我们就不要了，因为蛋黄和其他食材拌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，是不是不用了？不用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待会儿这3个蛋黄你就给搞定吧。可以的。原来我有一个健身的朋友，一天吃10个鸡蛋清儿，然后我说那蛋黄怎么办？他们家喂鹦鹉是吧？我不知道这个鹦鹉天天得喝多少水，这够噎的啊。好，那这个鸡蛋我们包完了，我们就要取鸡蛋清的部分。取鸡蛋清的时候要注意点啊，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蛋黄它具体是在什么位置。你看，哎，这样慢一点。好，这是蛋黄，你一个，你吃完仨，你还能吃得了沙拉吗？吃不了打包。我去。不带这样的，哎，你看，小心一点啊！就是你看我们的鸡蛋，这证明煮的还不错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也是切粒啊。你看，因为有鸡蛋黄捞出来了，我们切完了这个蛋清肯定是不规则的，但是不要怕，我们就给它这样一开4之后顶刀切就可以了，不规则也不要紧啊。好。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橙子啊，这个橙子干嘛呢？这个橙子我们并不是和沙拉拌在一起的啊。我们说了是怀旧沙拉，我们连摆盘都要一起怀旧啊。先把它切成片，这个呢，橙子切片用滑刀法啊，看滑刀，先把它顶进去，滑刀，滑刀，哎，那基本上橙子切完了呢，就是这样的片啊，哎，一个一个的透亮。这个水分还真的充足。好，我们切完橙子切1点就够了啊，我们先放在一边。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虾仁没有加工，这个虾仁呢，我们买的是大的带壳的虾，我们已经给它煮熟包完了，我们就是为了节约时间。这个虾呢，这样我们可以从中间给它一开2啊。你看我们的虾还是非常新鲜的啊，其实整个一枚也可以啊。我们来要一点情调，把它都给切完。好。片完的虾我们也放在一边，最后还有这个樱桃柿子啊，樱桃柿子我们已经洗完了，我们就把这个蒂给它去掉，特意选的小的啊。如果要是买不到这种小的，大一点的也没问题啊。我们有一部分和沙拉拌在一起，有一部分我们要给它一开2啊。最后揭晓我们让它做什么用，怀旧嘛，摆盘我们也要怀旧啊。现在我们的去餐厅如果要吃，肯定没有这么摆盘的了啊。来，我们切完了和这个橙子片放在一起，基本上我们的食材加工完毕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一起把它整合了啊。黄瓜，我们一起都倒在一个大的器皿里啊。和你看还真不少，我再试一下这个土豆啊。刚刚好。蛋清儿，我们把它搅拌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一点点底味啊，放一点点盐，然后把它给搅均匀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樱桃柿子也放在一起啊，你看颜色立马就漂亮了很多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放我们关键的沙拉酱，今天就选2个吧，一个是贝煎芝麻沙拉酱，还有一个是千岛风味沙拉酱啊。沙拉酱放多少呢？我觉得也是凭经验啊，或者说是凭个人的口味啊。
我们就直接挤了。好，这点呢，如果要是按茶匙来说呢，大概有3茶匙吧。然后我们再同样也放3茶匙的千岛沙拉酱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再给它搅拌均匀，稍微的轻柔一点点啊，因为现在这里边的食材最怕搅拌的其实是土豆，因为土豆已经熟透了。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尝一下啊。小李要不要尝尝？我尝吧。想知道什么味道吗？太想知道了。非常好吃。行，那我冲一下勺啊。好，勺子我们冲洗过了啊。现在这个味道没有问题了啊。如果要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吃呢，现在就要把这个虾放在一起混合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我们也不用再摆什么盘了。如果你要是家里来了客人，或者是需要再有一点小情调的话，摆个盘儿，那我们现在这么做，我们把拌好的这个沙拉这个底放在一个碗里面或者马兜里面，我们挑好了一个盘子，把盘子先这样扣过来，然后翻过来啊。我们接下来就是怀旧的摆盘啊。看，我们把我们的橙子片码一圈，好，还缺一片不要紧，我们再切一片。橙子码完一圈之后，我们刚才的樱桃柿子我们给点缀在上面，是不是很怀旧？这种摆盘真的是没谁了。现在再这么摆盘，餐厅这个菜上来，我估计会挨揍的。不要紧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那么现在我们把我们的马兜给揭开，可以啊，是一个小山包的形状。那你又会问了，就这样就完了吗？当然没有完，继续给它整合。哎，我们现在把虾仁贴合在沙拉上面。其实这个摆的也是相对来说随意一点就可以了啊。吃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把它拌一下啊。码完了之后，这样就完了吗？其实还没完。虾仁呢，我们是没有裹沙拉酱的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就派上用场了啊。就是家里如果要是没有那种做蛋糕的裱花的那种，一般我们酒楼饭店的最后在那个上边拿这个沙拉酱，就跟像挤奶油的是那样的裱花的那种，更加漂亮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再挤一下沙拉酱，好，我们就随意给它挤一下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怀旧？这个我感觉真的是有点80年代的这个菜肴的风格，但是肯定好吃。大家看啊，具有80、90年代摆盘风格的一个鲜虾沙律就做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或者你有更好的摆盘的方法，交个作业，我们看一看啊。哎，我觉得还差点什么，再来个香菜吧。哎，这样你有点绿的啊，咱们一会儿回头粉丝朋友们上来的这个作业把我超越了，就会很没面子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拜拜。